大家好，平常我在网上购物冲浪的时候，常常会看到茶叶的详情页里面说这个茶叶十分耐泡，或者说这个茶叶久泡不淡之类的话。那我就在考虑，难道说耐泡的茶一定是好茶吗？或者说好茶一定要具备耐泡这个属性吗？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想和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，然后也是和大家报备一下，因为最近深圳疫情比较严重嘛，我也是被隔离在家里，所以拍摄的各方面条件的话也是比较有限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好了，那我们回归正题。首先，什么是耐泡？茶叶的耐泡通常是指多次冲泡后，茶叶中的内含物质依旧丰富，能够感受到这款茶的香气和韵味。冲泡次数越多，说明越耐泡。那么茶叶的耐泡程度和什么有关呢？归根结底呢，还是要回到内含物质上面。内含物质的进出和茶树品种、树龄、采摘时间、制作工艺、生态环境、冲泡手法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。那么什么样的茶耐泡呢？第一，粗老的茶。泡茶和炒菜是一个道理，如果菜老的话，那炒的时间要比较长一些；如果菜很嫩的话，那随便炒2下就熟了。粗老的茶本身内含物质就会更丰富一些，如果想要把物质全部都释放出来，不但需要更高的水温，冲泡的时间也要更长，冲泡的次数也会增加。这也是为什么细嫩的绿茶耐泡度一般，而粗老的茶叶耐泡度更高。第二，紧压茶。紧压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紧，不像散茶那样和水的接触面积比较大，需要给够它足够的时间和水温才能够充分的舒展开来。它的内含物质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逐渐进出，所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，紧压茶要比散茶更加耐泡。第三，树龄高的茶。一般认为茶树的树龄越高，它的耐泡程度也越高。不过严谨的说，应该是同等气候生态环境下，树龄越大，耐泡度越高。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在喝茶的时候比较注意茶树树龄这个事儿，比如说凤凰单丛里的老丛茶树，或者是普洱茶里面的古树茶，而且它们的价格都会比普通的小树要高得多。那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，判断茶叶耐不耐泡需要有一个参考，同种茶类进行比较才会有意义。像明前绿茶本身喝的就是它的鲜爽，因为它鲜嫩，所以没有那么耐泡，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不是好茶。又或者说像碎银子，宣传都说它30泡行不散，可以说超级无敌耐泡，那你能说碎银子就是好茶吗？那相信看到这里呢，开头的问题已经不言而喻了。耐泡的茶不一定都是好茶，而好茶呢也不一定都要耐泡。对于我自己而言呢，其实我没太看重茶叶的耐泡程度，或者说这个因素在我判断一款茶叶是不是好茶的时候，它排名并不是很靠前。相比较而言呢，我会想要更好的香气和口感，即使是它只有前8泡比较好喝，那也没有关系。当然如果它还很耐泡的话，那就是锦上添花的表现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，那请点赞、评论或者关注我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